大金砖外长会在俄罗斯举行。王毅11号还出席金专家对话会。朋友圈的扩大给金砖和金专家机制带来哪些新动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全球南方国家日益成为觉醒的新力量。来看报道。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期间发表演说说，过去1年，金砖合作有亮度、有速度、有力度，我们勇立潮头，以扩员开启全球南方联合自强新纪元。金砖感召力不断上升，吸引力持续增强，金字招牌越来越亮。放眼未来，王毅指出，大金砖要有大担当、大作为。一是要坚定对多边主义的信心，为全球未来发展擘画新蓝图；二是要坚定维护和平安全的决心，为政治解决热点问题提供新助力；三是要坚定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初心，让金砖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王毅在演讲中特别提到，要充分发挥大金砖资源和市场优势，发挥金融、贸易合作的支撑作用。实际上，扩员后的金砖占全球人口近1半，全球贸易1/5，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7国集团。今年1季度，中国对金砖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1%。金砖国家成员均为新兴经济体，这一机制通过推动成员国之间政治互信的提升，来提升产业链合作水平。据彭博社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2年间，5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56%，而2023年中印双边贸易额1362.2亿美元，中俄双边贸易额更高达2401亿美元。近年来，金砖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也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自2015年以来，已经批准近33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水利、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今年3月，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罗塞夫在博鳌亚洲论坛表示，之前金砖国家只有5个，现在已经增加到10个，很多国家都想加入金砖国家，这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力量。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期，大金砖要有更大作为。那扩员翻倍之后的金砖，具有更多的金砖特质。那大金砖更加会发挥好世界经济稳定器、发动机和增长源的关键作用。此外，在当前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能源和粮食危机。扩员后的金专家则在国际舞台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俄罗斯政府就提出积极协调推动建立金砖粮食交易合作体系。有观察指出，一旦这一体系形成，将对全球粮食供应格局产生震撼性效应。美澳等西方国家则失去在全球粮食市场准入、份额、议价等机制中的垄断地位或主导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公平地获得粮食供应。金砖国家本身就是居于世界能源、粮食等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位置。金砖国家建立更加稳定的供需关系，共同反对能源和粮食安全的政治化、武器化，本身就代表了金砖国家新力量的崛起。据今年金砖轮值主席国俄罗斯方面透露，已有30多个国家提交了加入金砖机制的申请，其中包括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和东盟国家泰国。5月28号，泰国内阁会议批准了该国外交部提交的关于加入金砖国家的意向书草案。有分析认为，一旦草案通过，泰国将成为金砖中第一个东盟国家，这不仅将进一步扩大金砖的全球影响力，也可以对东盟的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一个坚定的发展的引擎，也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新加入的成员，他们在能源资源以及金融发展等方面都具有各自的优势。11号，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外长对话会及金专家。金砖10国同泰国、老挝、越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土耳其、毛里塔尼亚、古巴、委内瑞拉、巴林等12个具有区域代表性的重要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流。王毅表示，我们正身处一个动荡不安、辩论交织的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潮起南方、万象更新的时代。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一大批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全球南方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觉醒的新力量。伊朗作为正式成员，首次参加金砖外长会，也受到外界关注。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举行前，与会各国外长起立，对伊朗总统莱西、阿卜杜拉希扬外长在直升机事故中不幸遇难表示哀悼。在与伊朗大外长巴盖里会谈时，王毅说，这段时间伊朗国家民族经历了一次重大考验。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支持伊朗政府和人民坚持既定内外方针政策，维护好自身独立主权、稳定和发展，预祝伊朗总统选举顺利举行。中方将继续支持伊朗和沙特推进改善关系进程，实现地区持久睦邻友好。巴盖里强调，伊朗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方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7号和海军特罗姆普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带着所谓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制裁决议监督任务的旗号，在上海以东侵权挑衅。解放军东部战区采取语音警告、起飞战机等方式予以外逼驱离。外界注意到，这也是中方首次公开对荷兰舰机进行警告驱离。荷兰方面日前声称，一艘荷兰护卫舰在东海航行时，中国战机在其周围空域盘旋，并所谓危险接近一架荷兰直升机。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11号回应指出，荷海军特罗姆普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7号为上海以东侵权挑衅，解放军东部战区采取语音警告、起飞战机等方式予以外逼驱离，完全合法合理，全程专业规范。制造不安全的恰恰是荷方而不是中方。中方已提出交涉，并正告荷方严格约束海空兵力行动，侵权挑衅必遭中方坚决反制。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据荷兰国防部8号发布的声明，特罗姆普号前一天在东海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制裁决议监督任务，2架中国战机在护卫舰上空盘旋。此外，该舰的舰载直升机 NH-90在巡逻时也遭到中国战机的所谓危险接近，造成潜在不安全情况。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特别点名，荷兰护卫舰和其舰载机出现的具体位置是在为上海以东，说明就在中国的家门口挑衅。因此，解放军派出舰机跟监驱离，正当合理且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荷兰海军特罗姆普号从5月底以来就一直活跃在南海和东海，并大肆炒作。美太平洋舰队官网5月22号发布的消息显示，当天荷兰和美国海军在南海进行了双边联合演训行动，特罗姆普号参加了此次军事行动。随后，荷兰广播联盟爆出，特罗姆普号在结束南海航行之后，穿越了台湾海峡。欧洲媒体认为，在全球化北约和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下，北约成员国军舰到中国周边游弋，以显示存在感的情况在增多。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表示，中方一贯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权利，但是坚决反对以航行自由为名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实际上，荷兰海军护卫舰穿越台海并公开炒作实属罕见。2021年，另一艘荷兰海军的护卫舰埃弗森号前往亚太地区执行任务时，刻意避开穿航台海，理由是荷兰不应不必要地挑衅中国。观察认为，荷兰派出军舰不远万里跑到亚太活动，并一反常态对中国进行挑衅和碰瓷，背后有美国的身影。美国航空专业网站航空学家披露，特罗姆普号接下来将前往日本、美国夏威夷，参加美国主导的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在乌克兰危机以后吧，欧洲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与美国这个逐渐靠近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它也跟随着这个欧洲的其他的国家最近几年也是逐步的在这个印太
地区发挥所谓的这个安全作用，来吸引地区相关国家与荷兰乃至整个欧盟合作，在这个军事方面呢，在所谓的这个印太地区呢，有更多的能见度，将是它的一个趋势。深圳卫视注意到，荷兰方面这次在中国家门口的挑衅行为，打着的是执行所谓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制裁决议监督任务的旗号。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11号就荷兰海军舰载直升机挑衅答记者问时就明确指出，荷方所言颠倒黑白，其侵权行径欲盖弥彰。张小刚强调，荷方是谎称执行联合国任务，在他国管辖的海空域炫耀武力，制造紧张局面，损害两国友好关系。实际上，2022年6月初，加拿大也炒作其军机与解放军军机相遇问题，当时打的幌子也是所谓执行联合国任务，但实际上中国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从未授权任何国家以监控违反决议活动为由，在他国管辖海空域部署军力，开展监视活动，对任何以执行决议为名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中方都坚决反对。此外，按照欧盟的说法，荷兰海军特罗姆普号在东海行动是为响应所谓太平洋安全海事交流网络。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个网络的操盘手实际上是美国。联合国安理会于2017年底通过禁止朝鲜出口煤炭的决议后，美国以朝鲜仍在公海上实施秘密的船对船转运为由，纠集了一帮盟国成立该计划，声称要严格监督朝鲜的行为。但深圳卫视查阅美国国务院官网发现，该合作网络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韩国和英国，并不包括荷兰。日本媒体也报道称，这是荷兰首次开展此类活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指，荷兰近期在亚太地区频繁秀肌肉，也与其国内极右翼势力异军突起息息相关。去年11月荷兰众议院选举后，极右翼自由党一举成为第一大党。尽管近期在与其他政党进行阻隔谈判后，荷兰执政联盟一致推出无党派的情报与安全总局前局长迪克·肖夫为新一届政府首相，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荷兰未来政治风向右转已是定局。据悉，对肖夫的提名预计将在几周内得到荷兰国王的正式批准。在完成内阁官员的任命后，荷兰新政府预计将在本月底上任。对于这个荷兰来说，它这个国家这个体量，还有海军的这个实力，以及传统的这个安全侧重点，欧洲地区的这个安全，那么它还是它自身这个安全的着力点，以及它的首要关切。那么在亚洲，那么派一艘军舰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显然在这个军事意义上并没有太大的作用。那么实际上呢，荷兰如果产生了一些危机并卷入其中，那么不符合荷兰自身的这个国家利益跟它的安全利益。上个月初，中国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完成为期8天的首次试航，顺利返回码头。近期多家境内外媒体对于福建舰的最新动态纷纷报道，称福建舰时隔约半个月就开始第2次海试，刷新中国航母试验试航的新纪录。岛内媒体更大胆推测，可能距离福建舰弹射测试已经不远了。中国海事局官网6月9号发布来自上海海事局的航行警告，长江口一大型船舶深水航道进口6月11号实施交通管制，其中划明的管制水域与福建舰上月首次进行海试的范围相同。据此消息，多家媒体揣测，这可能是福建舰完成第2次海试返港的时间，而开启第2次试航的时间，媒体则根据上月21号上海海事局发布的对长江口一大型船舶深水航道出口实施交通管制的公告推测为23号。福建舰在5月1号曾出海开展首次航行试验。根据航母建造工程进展，首次海试主要检测验证福建舰动力、电力等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自2022年6月下水以来，福建舰建造工作按计划稳步推进，顺利完成细泊试验和装设备调试，具备出海进行试验的技术条件。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5月17号表示，福建舰首次航行试验达到预期效果，下部
将按既定计划展开后续试验。按照惯例，航母的建造和使用包括几个阶段。航母建造完成后，进入西装阶段，在港口码头上进行细泊试验。细泊试验后，进入海试阶段，主要由海军官兵和工厂人员共同完成，在真实的海况下进行，甚至要经历一些大风大雨等高速机动的情况。等海试期间发现的问题解决，下一步便正式交付海军使用。香港《星岛日报》报道称，福建舰在这次海试期间进行了更高难度的海上机动测试，首先是高速航行和最小半径转弯测试。第二次海试主要还是以测试航海性能为主，因为航母首先是一艘船，在海上活动自如的能力就非常关键，这是其他能力的基础所在嘛。首次海试就是以测试航海性能为主，但就像新车磨合一样，刚开始不可能在路上撒欢嘛，所以很多航海性能科目呢就不能在首次海试进行。那第二次海试就如同磨合之后的新车，可以进行复杂的动作，比如最大航行速度、最小转弯半径、蛇形走位、倒车，以及其他的复杂海上机动等。这对于动力系统就是更大的考验。不仅如此，不同航速下的燃料消耗情况、舰上的电力系统、内部和外部通信系统、导航系统、续航力、自持力等，也都无时无刻的在进行测试。如果再打个比方，首次海试就像人去练走路第二次海试呢，就像人去练跑步嘛。有分析认为，根据目前所公布的禁航区信息，福建舰将于6月11号结束在黄海北部海区的航行试验工作，再算上航行回场所需的时间，此次试航至少将持续20天。在中国航母航行试验史上，单次试航超过20天的例子并非首次出现。例如，辽宁舰第9次试航持续25天，山东舰第7次试航持续23天。只不过，在辽宁舰与山东舰的首次试航与第二次试航之间，都在船厂经历了3个月以上的维护和改装。若福建舰确实是在进行第二次试航，时隔2周便开始了这次跨海区试航，反映了国产航母在设计与建造水平上都在稳步提升。评论员曹卫东在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福建舰第一次海试的各项实验一切正常，说明它第一步迈出去的很稳，设备的设计和质量都很好。所以我们看到它的间隔很短，马上就进行第二次的海试。评论员石红认为，若仅时隔2周就进行持续20天以上的第二次海试，这就说明福建舰的设计建造质量非常出色。首次海试就是对福建舰的航海性能进行测试，航母的线型、稳性、适航性、可靠性等都是棒棒的。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会考虑并决定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去安排第二次海试嘛。这是科学，也是自信啊。福建舰第二次海试持续20天，不但进一步表明了福建舰设计和建造的高质量，而且还能从中看出福建舰的续航力是很大的。2次海试的间隔很短，还表明福建舰的整个海试周期将会比人们预想的时间缩短，也就是福建舰未来正式服役的时间会更快到来。此外，外界还关注这次海试没有选择在就近的东海，而是一路北上抵达黄海北部海域。对此，石红认为，这首先就是对福建舰设计建造质量非常高的自信表现。要知道，一艘新舰刚造出来，仅进行了首次海试，就跑到远离建造船厂的海域进行第二次海试那就代表它的总体质量极佳嘛。否则的话，谁也不放心让它跑远嘛。而这种跑到较远的海域进行海试，还说明很多海试科目安排已经在合并进行，这也就意味着福建舰的海试周期将会进一步缩短嘛。多家台媒密切跟踪福建舰的动态，也关注到此次的海试传闻。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认为，能做到这么短时间就进行下一次海试，在于各部门间的密切配合。福建舰2个礼拜它就又第2次海试，那怎么时间那么短？那换句话说，它有一个地方已经大幅提升了，就是同步后勤资源建立了。就是在海试阶段的时候，发现哪些缺失它在后勤指挥中心它已经掌握了，先备好料、备好零件、备好一些相关的这些要补强的这些这个装备零件，做同步。它一进港的时候一回港的时候，立刻就开始做了。
岛内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推测，福建舰距离弹射的测试越来越近了。我相信啊，对于日本、对于美国等这些海洋国家，他们一定是惊讶到不得了。通常都已经是到第6次、第7次左右才能够进行这么长时的一个海试。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福建舰从设计，然后到建造，它基本上来讲都符合当初的理念跟原理。当您看到有模型的舰载机上去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走位了。那就是可能在第4次可能就要弹射出去，或许更快，搞不好在第3次就弹射了。在岛内时事评论员李义修的节目中，一位自称是资深军迷的岛内网友则感慨，福建舰可能有黑科技。在福建舰没有冒烟的几乎看不到烟的黑烟的情况之下，它如果可以飙到28.3节的话，那事情就大了。你飙到23节，竟然还不需要上蒸汽轮机，竟然还不需要上蒸汽锅炉，那就真的有很厉害的黑科技在了。台湾中时新闻网也在上周发表文章指出，福建舰被视为最有作战能力的航空母舰，比山东舰和辽宁舰更大，与美国最后的传统母舰小鹰级相似。更大的尺寸使福建舰可以容纳更多的飞机。据悉，福建舰的飞机联队数量约为60架。此外，福建舰最重要的升级是采用了弹射器辅助系统，可将飞机快速推进到起飞升力，节省飞机的自主推力。电磁弹射器使福建舰能够发射更重的飞机，效率也更高，这意味着联队更加多样化。台媒指，大陆目前正在开发大量新型舰载机，包括歼15弹射改型以及空警600预警机。评论员曹卫东在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时就认为，如果第2次海试能把动力系统、电力系统进行长时间变换的测试，说明它在未来执行各种军事任务的时候，稳定性、操控性就更好。如果第2次海试成功完成，则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可以看到它下一阶段的海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舰载机的着舰和起飞。未来福建舰服役后，将会为中国航母建设带来战斗力的新跃升。但在正式服役之前，福建舰还有一段道路必须要走完。石宏认为，福建舰还将进行多次海试。前期的海试以测试航海性能为主，后期的海试将会逐渐转向航空以及作战能力方面的测试，包括电磁弹射器、电磁阻拦装置的具体性能，舰载机在福建舰上的昼夜和其他复杂条件下的弹射起飞、阻拦着舰、触舰复飞，舰载机在甲板上进行相关飞行作业，比如转运、加油、挂弹等各种测试，舰载雷达、电子设备、指挥控制系统的性能，舰载武器系统的测试等等。而在进行这些科目测试的同时，福建舰的航海性能测试依然会同步进行。而当福建舰的各类子系统、设备、舰机配合等都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也就到了福建舰正式服役的时候。菲律宾持续在南海发起挑衅之际，菲总统马科斯10号在向菲军官兵发表演讲时，还妄图蹭台湾牌，声称南海和台海局势紧张，菲律宾应做好应对任何突发事件的准备。菲律宾总统府11号公布了马克思前一天在菲律宾伊莎贝拉省军营讲话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讲话中大肆渲染所谓台海危机，声称由于包括南海和台海的印太紧张局势加剧，菲律宾必须做好应对任何突发事件的准备。马克思还大放厥词称，菲律宾临近台湾，使得菲律宾成为中国的国家利益范围，强调菲律宾需要加强外部防御能力。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此次视察的军营位于菲律宾北部伊莎贝拉省，与台湾隔海相望。去年菲律宾新增4座可供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包括伊莎贝拉省在内的3个基地面向台湾。实际上，马克思政府上台以来，尽管嘴上反复承诺仍坚持一中政策，但不断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后，菲律宾方面就声称，菲律宾在台海的安全问题上承担一定的义务。若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需要为数十万在台务工的菲律宾人提供紧急撤离的措施。此外，非国家安全顾问阿诺上月底还声称，鉴于中国在台海附近的军力成长，菲律宾决定在最北部距离台湾南部只有大约150公里的岛屿伊巴亚特岛设立海警前哨。
观察指出，菲律宾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明显是按照美国所设计的路线，走的是一种模糊的路线。虽然仍有基于一中的外交表态，但一个中国的内涵已然被掏空。在南海问题上，马克思在10号的讲话中继续以往的强硬表态，声称菲律宾并未试图重新划定包括其专属经济区在内的主权领土疆界，重申南海仲裁案仲裁结果的有效性。深圳卫视注意到，大肆翻炒8年前南海仲裁案的所谓裁决，是菲律宾近期在南海搅局的手段之一。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马克思发表主旨演讲时，就强调某些国际法律程序的善意性，多次提及仲裁案的约束力。但实际上，南海仲裁案的各项实体判决均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近日，在山东青岛举行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之审视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的国际海洋法专家表示，当年的仲裁庭错误认定事实，错误解释和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别是对公约第121条的解释和适用，完全背离国家实践。But the important paragraph of Article 121, paragraph 3 says, rocks which cannot sustain human habitation or economic life of their own shall have no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r continental shelf. Very few words, but a huge judgment dealing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clause. 英国国际法学者卡蒂直指，仲裁庭试图认定相关岛屿是岩礁，进而中国就无法就此提出海洋权利主张。而根据他的研究，菲律宾无法就这些岛屿提出海洋权利主张，因为这些岛屿根本就不属于菲律宾。Many countries have made successful claims to maritime entitlements. With respect to land formations, which are pretty much the same a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y ignored all of this practice, and they said that whatever practice there was, it did not interfere wit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eaty, which I think is ridiculous and nonsensical.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鲍志鹏向深圳卫视分析，菲律宾近期重新翻炒南海仲裁案的所谓裁决，是因为在近1个月的中菲涉南海舆论攻防中，菲律宾并没有占到优势，中方出具大量视频和照片证据，打脸了菲方的无理指控，坐实其在南海频频碰瓷挑衅的行为。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这个南海地区的整个的这个紧张局势骤然升级。那么此次呢，这个美菲双方呢，企图重新翻炒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新一轮的这种挑衅碰瓷儿举动的升级，那么来企图要扩大整个南海问题的这种舆论影响，那么来从而为他们整个进一步的能够推动印太战略服务。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出席东亚合作协力会议后表示，目前南海的最大安全挑战来自域外，那对此您怎么理解呢？主持人好。孙卫东副外长讲出了目前南海动荡的根源。南海呢本来是和平和稳定的，现在出问题的主要是中非南海争端，与其他南海国家呢也有争议，但是是在按照当事双方协商解决的规则在进行。那么中非在南海问题上为什么呢出现一次次摩擦甚至是冲突呢？主要呢是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从地缘政治目的出发，操弄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推进在南海军事部署和行动，挑唆教化了涉海分歧和矛盾。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当选以后，美国呢立即给他打电话，开始干涉中国南海事务。之后呢，美国在菲律宾扩大使用军事基地，搞所谓最大规模美菲军演、美日菲澳海上军演等等。再接下来呢，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把南海区域拉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开历史倒车，严重破坏南海区域安全稳定。不仅如此，美国呢还接力把日本拉入南海，美日菲举行领导人峰会，合谋干涉南海事务，企图把整个亚太地区置于地缘冲突的阴影之下。日本在无偿对菲律宾援助5艘大型巡逻艇以后，日菲呢还将在7月签署总同盟性质的防务合作协议，这样呢就壮了菲律宾的胆，在仁爱礁、黄岩岛等争议区域，菲方呢发起一连串的挑衅行为，有意炒作南海冲突，为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制造借口，这样呢就形成了南海局势越发紧张的恶性循环。菲律宾炒作中非冲突，要求美日等国提供安全协防和武器装备。
美日替菲律宾站台，又加剧了菲律宾对中国的挑衅力度和层次，已经呢把有其他南海国家套进来的迹象。所以呢，中国指责这个南海最大的安全挑战是来自区域外势力，区域外国家呢必须收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在反对在本地区挑起军备竞赛，坚决反对美国等外部势力把南海国家当作霸权工具和地缘战略的棋子。南海争议靠当事国对话协商来妥善解决，不需要这个区域外国家来瞎掺和、乱干预。针对中方警告，菲律宾国安顾问宣称，在自己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行动，我们不会受到外国干涉和恐吓的。而总统马克思也说，外部威胁更加突出，菲方要为发生不测事件做好准备。那您认为菲律宾究竟想干什么呢？中方又应该如何防范应对？在菲律宾撕掉中菲仁爱礁补给问题的君子协定以后，中方呢显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封锁仁爱礁坐滩军舰。但是菲律宾似乎并没有反躬自省的意思，仍然要狐假虎威，在南海问题上挑衅。菲方的挑衅呢，大概会包括2个方面：一是强行侵闯仁爱礁，向坐滩军警提供补给，强送建筑物资来加固船体，试图呢让坐滩军舰成为永久性哨所。如果中方加以反制，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来阻止菲方图谋，不排除呢菲律宾用海警甚至是军队来扩大事端，让美国启动美菲安保协议，把中菲争端呢变成美菲和中国的冲突。二是美菲呢要大肆反炒所谓的裁决有效论，借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出笼8周年之际，把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炒作成国际法，混淆视听，进而呢错误地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试图通过裁决有效论来压制中国。这明显是偷换概念、偷换性质。但是美菲这样一搅和呀，这个美国呢就有理由介入到南海事务当中了。据说菲律宾呢正准备提起新的仲裁，进一步的干扰南海主权归属问题，这个挤压中国的地缘政治空间，为美菲谋求南海利益最大化而挖空心思。看看菲律宾政客的话语啊，什么西菲律宾海，什么在自己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行动不受限制，什么外部威胁变得更加突出，更加令人担忧，要为应付突发事件做好准备等等，俨然呢把中国的南海强取豪夺成自家的领海了，这就是典型的仲裁有效论。因此呀，中国今后需要做好2方面的应对措施。一是在维护南海主权上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二是在舆论上坚决反制所谓的仲裁有效论，要有理有据的让国际社会认识到南海9段线内的主权归属于中国，任何南海国家和区域外国家都别打歪主意。赖清德近日就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期待与印度加强在半导体科技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而正率团窜台的捷克参议员副议长毫不掩饰，此行目的就是推动双方的所谓芯片合作。民进党当局以芯片谋独，企图掏空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家底。由参议院首席副议长德拉霍斯率领的捷克参访团10号抵达台湾，开展为期6天的窜访行程。期间将与民进党当局高层会面，当中的重头戏则是出席所谓台北捷克中心的揭幕仪式。该中心是隶属捷克驻台北经济文化办公室的新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窜台的第2个西方国家议会代表团。捷克的相关的参访团其实是与美国的相关的议员的窜台的目的有它的相似性，都是要在政治、经济或别的方面与台湾方面加强相应的勾连。那么这样的一种相应的勾连，其实也是对一中原则的一种冲击与影响。外界认为，这个参访团行程包括一场捷克半导体商机说明会，这暴露了他们窜台的真实目的。根据捷方说法，他们希望获得发展半导体产业的经验，并很欢迎台积电等半导体公司前往捷克设立研究中心。事实上，蔡英文当局在过去8年执政期间，台积电等台湾半导体产业巨头就获批前往美国、日本、德国等地设厂，成为蔡当局与这些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手段。
如今，赖清德继任后也继续推动以芯片谋独，企图在外事领域寻找突破口。在本月初的印度国会选举中，莫迪领导的人民党以惨胜的结果保住执政地位后，赖清德随即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祝贺，宣称愿与印度强化在经贸、投资、半导体科技等领域的实质合作。而莫迪没过多久也回复称，很期待台印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并以所谓总统称呼赖清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台湾地区没有什么总统，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印方对此有严肃的政治承诺，理应认清、警惕并抵制台湾当局的政治图谋。中方已向印方提出交涉。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楠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在新冠疫情期间，当时蔡英文当局就企图推动疫苗换芯片，但由于高度敏感，所以并未被舆论炒热。如今赖清德企图继续将半导体产业作为谋取当局政治私利的工具，可能未必会有利于台湾地区自身利益。民进党当局显然是加大了利用半导体这张牌，试图与更多的国家进行相应的利益的交换，来拓展自己的对外活动空间，尤其是希望通过以这样的形式强化与外部经济体的勾连，来推动台湾的产业链整体的向外转移。但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对于台湾自身的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来讲，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台湾的自身的半导体产业虽然有它相应的竞争力，但是如果持续的向外流的话，最终会使得台湾的产业的竞争力受到相应的影响。据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统计，该国2022年半导体市场规模约为156亿美元，而同期越南的半导体市场规模约为172亿美元。虽然规模不及越南，但莫迪政府提出了要在2026年达到630亿美元的计划，这意味着每年需增长约119亿美元才能完成计划。因此，近年来印度政府加大寻求外援的力度，大力打所谓价值链牌。据今年3月，印度铁道、通信以及电子和信息技术部长阿什维尼·维什瑙的说法，印度正将自身视为整个芯片领域值得信赖的价值链合作伙伴，希望在未来5年跻身到世界前5大半导体生产国之列。借力美国印太战略，印度芯片产业获得美国的输血。印度政府加大补贴力度，引导印度本土的财团大力投资，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国际半导体产业界普遍认为，基于半导体产业对产业链协作的极高要求，印度仍面临巨大挑战。实际上，许多外资企业在进入印度后，很快便发现这里并非想象中的乐土。其中，台资企业在印度的遭遇尤为引人关注。和硕、伟创、富士康等台湾地区知名企业都曾在印度有过大规模的投资计划，然而这些计划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例如，来自台湾地区的企业伟创，在民进党当局所谓新南向政策的路径下，希望发展成为美国苹果公司在印度的重要代工厂商。但2023年，在深耕印度市场15年后，伟创从最初的满怀希望到最终失望撤退。伟创在印度市场的经历充分暴露了印度制造业的短板。一方面，印度的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难以满足高端制造业的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电力、水源等基础保障不足，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营。在2020年，还曾发生过因劳资纠纷导致伟创位于印度南部萨普尔的工厂遭到约2000名工人及民众的打砸的恶性事件，生产线和车辆被毁坏，数千台 iPhone 新手机被偷走。而富士康的撤退则更加引人深思。2022年，富士康的母公司台湾鸿海集团和印度跨国集团维丹塔签署备忘录，双方将斥资195亿美元在印度建造芯片厂。然而，随着项目的推进，富士康逐渐发现印度市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政府承诺的财政补贴迟迟不到位，政策执行力度不足，以及当地市场的种种不规范行为，都让富士康感到难以承受。去年7月，鸿海集团发布声明称，已退出相关合资企业。有西方希望印度能够部分替代中国大陆的产业链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岛内的相关业者而言，他们在印度投资的记忆是并不那么美好，相当多的台企在印度的投资是谈不上成功的，甚至失败的。因此这样的一种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就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比较大的温差。而未来能不能如台当局所愿，我觉得恐怕还要看台湾业者相应的态度。
谢南表示，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任由民进党当局将台湾半导体产业当作牌来打，当作可以进行交换的战略资源来用的话，那么即便家底再丰厚，也会经不起折腾，更会让外部势力有机可乘，进一步掏空作为护台神山的半导体产业。据英国《卫报》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本周将披露对中国电动车征收临时关税。实际上，欧盟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受到欧洲当地企业的反对，一些汽车巨头担心这将损害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利益，进而破坏全球供应链的良性竞争。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欧洲政治正在急速右倾，这可能将反映在未来欧盟的政策中。据英国《卫报》9号报道，欧盟最早或在12号披露对中国电动车征收临时关税。据悉，7月4号之后，欧盟委员会将有4个月的时间与成员国协商，决定是否将临时关税变为永久性关税。最终的永久性关税将于11月确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表示，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的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欧方在调查中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合规的做法，指控的所谓中国补贴项目也根本站不住脚。如果欧方一意孤行，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管，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欧盟这番保护主义举措，其所谓受益对象们似乎却并不买账。宝马、大众、法拉利等众多欧洲车企纷纷反对，并开始担心这种做法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损害汽车产业内以及全球供应链内的良性市场竞争。China alone is almost as big as if you put Europe and United States together. So it's not a surprise that also for our vehicles, also at the upper end, China will have a dominant position. If you look at wealth growth in China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ecades, it has been significant, and more people are coming into the group, where the buying group, China, in absolute economic terms, remains a dominating force that is important for us. 欧委会去年10月提出调查中国电动车的想法，但这引发内部争议。一方面，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为代表的人希望提高关税，以遏制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保护欧盟汽车行业；另一方面，自由贸易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反对关税联盟。他们认为关税将扭曲市场，破坏欧盟摆脱对内燃机汽车的依赖，从而减少碳排放的努力。欧洲市场研究公司 RoMotion 的主管罗伯茨认为，一旦触发争端，其反应和影响可能会引发贸易战。这对于一个仍严重依赖中国主导的供应链来实现高难度气候目标的欧洲地区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被认为是史上最重要的第10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异军突起，欧洲议会整体右转，也让外界担忧未来安全顾虑成为欧盟首要的政治考量。对经贸问题是否会采取更加安全化、更加地缘政治的视角？这是一种保护主义。保护主义的一个面向就是它的产品竞争力已经竞争不过对手，所以才会走向要加征关税的这种状况。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5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互联互通正源源不断地释放新活力。6月11号，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在机遇湾区主题采访活动情况介绍会上，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新进展成效。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从2018年的10.8万亿元，到2023年突破了14万亿元，也就是说，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高质量发展潜力和动能不断释放，充分展现出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活泼生机。张虎向参加机遇湾区主题采访活动的媒体介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4年位居全球创新指数第2，广东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1，未来将着力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参加这次报道活动的香港博主高松杰表示，交通和通关越来越便捷，大家南下北上，常来常往，大湾区各城市之間一日生活圈日趨火熱。交通實在太便捷啦，咁亦都體現譬如搭高鐵啦，口岸越嚟越多啦，
亦都譬如亦都有24小時嘅口岸關口啦，亦都方便我哋咧去上嚟。咁所以我成日都鼓勵年青人冇藉口話深圳遠啊，因為真係太快啦，18分鐘徒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教授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办学瞄准国家所需，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可以做一些在香港当时没机会做到的。那我们现在重新做个新的学术架构，来为未来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